我终于换电脑了。嗯哼，对，我终于更新我的电脑了，我终于可以好好剪片了，赞赞。才没有了，你明明就是在玩游戏而已，你是在欸玩什么黑悟空？我是为了没有办法好好输出影片，所以我才换一台电脑的。哦，确定不是因为没办法开全画质来玩你看黑悟空？我为频道的牺牲，哪里有牺牲？也不是更爽？牺牲钱。好，这倒是。而且我把就是换完之后我拍照，然后发到 IG 去，然后我朋友看到就说吹风机。为什么是吹风机？因为我这边3颗风扇，上面3颗风扇，然后后面1颗风扇，全部7颗风扇，真的很多你是在挖矿啊？超赞，多，凉凉，很赞，冷气都不用开的这样。没错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橘子树生活，陪你一起过生活。我是医师，我曹操，我们老大阿杰在这里。是干嘛？他在伺机而动。对啊，因为他想挖我们的肉泥，他想挖肉泥。今天要讨论什么呢？我等一下讲主题，我先问你是猫派还是狗派？之前的我会是狗派，然后现在的话会是猫派。对，就是因为自从认识阿杰之后，因为我之前会是狗派，是因为我觉得猫咪有很多刻板印象会让我不太喜欢，比如说很难搞啊，或者是很难照顾啊之类的，就比较可能是没有养过吗，所以会觉得很麻烦陌生。我那时候选的狗是因为我觉得狗很忠诚啦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，而且跟人比较亲。对，但后来实际有照顾过之后会觉得说好麻烦真的还是养猫咪比较轻松，所以我就渐渐变猫派。一方面也是因为阿杰他也有蛮多忠诚啊或黏人的一些特征在，所以就让我说好像猫咪也不错，对啊，所以就渐渐的变成了猫派。那你也算是幸运，因为阿杰其实没有到那么皮，而跟不亲人。这倒是阿杰是蛮亲人的猫咪。对啊，阿杰是很亲人的猫咪。那我其实2个派都不是，我只刚好捡到猫，所以养猫。你是新贵派？新贵派是什么东西？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动物，所以我什么都想养。我养过乌龟，养过蝌蚪，然后养过蚕宝宝，养过斗鱼，反正是动物我都想要养这样子。有些动物它看起来呆呆的很可爱，我就很想要把它养起来，呆呆的很可爱。对啊。你说动物方程式那个吗？你说树懒吗？对，我也是忘记它是什么。我小时候就很常跟我妈说，我想要养那个可能是刺猬啊，什么蜜袋鼯啊。我甚至有跟我妈说，我想要养蛇。蛇哪里可爱？蛇很可爱，有一些蛇很可爱。有大蛇丸吗？那个请他入土位，水土转身。就反正我就是很想要养很多动物很可爱的动物。对，很多动物我都会想要养。对啊。那这个跟今天主题有什么关系？今天的主题是我最近就是我在网络上得到了一个新的知识，然后它叫做猫分配理论，我觉得超酷的猫分配理论，猫分配理论是国外流行起的一个概念，它的意思是说，就是那一些突然闯进你生命中的猫都不是偶然出现的，是这个宇宙认为你已经准备好，然后你是一个值得托付的好人，那宇宙就会给你一只猫。这样子的感觉，什么猫咪邪教？我觉得很有道理耶。在我的同温层里面啊，我最常听到的就是我捡了一只猫，而不是我捡了一只狗。狗很难捡到吧？狗很好捡到啊，流浪狗很多但是它们不像猫咪会直接跟着你走吧？因为狗不是会比较大只，所以不一定。因为有很多流浪狗其实也是很亲人的，但他们不会把狗捡回家，我就觉得很为什么呢？对啊，但我们家其实是这样小时候有一次出去外面走的时候，就后面一直跟着一只流浪狗，然后我就一直跑干嘛，他就一直跟着我，然后他说好，如果我走回家你还跟着我们就养你，然后他就真的跟我们走回家，很可爱。他就是你们养的那一只吗？不是，那是第二只第一只那是第一只，然后可是很可惜的是，我们那天晚上刚好要出门，然后我们就把那个铁门打开来，然后他好像就这样跑走，或者是他就可能看我们骑走之后，可能以为我们要抛下他还是干嘛，就跟着我们走。但因为我们是骑摩托车就很快，然后他好像就后来就不见了，就走失了对啊，蛮可惜的。所以是有的不然呢？为什么你会觉得猫分配理论？因为阿杰也是这样子出现的啊，他就是有一天突然就出现的
你中间怎么省略掉很多东西的感觉？因为我那一带不太有这个花色的猫，而且我那一带附近其实我看了一下都是公猫，而且都是结扎的。我想说应该是不太可能会出现像他这种小朋友，因为毕竟捡到阿杰的时候他才3-4个月大而已，对吧？然后我那一天我甚至不是人在外面看到他，我是听到他的叫声。他惨叫声，我才出去捡到他的。我记得我之前有讲过我是怎么跟阿杰相遇的。对，就是他被不知道什么东西咬，然后发出惨叫声，我就赶快出去，然后看到这只猫，然后把它带回家。我就捡到它，把它捧起来的那一刻，我就心里就想说，哦 ，OK， 你就叫阿杰了。啊，不是那一整串很长，没有，那是后来取的。对啊。那从2019年到现在，我2019年的7月20号见到他，他现在也5岁了。对啊，现在是换成人类的话是36岁左右。而除了他其实很棒，就是他除了跟我一样，像现在这样到处乱摸东西，他除了跟我一样就是一直变胖之外，他没有，他基本一直变胖，一直变胖，他几乎没有，也不几乎，他只有身体不舒服过一次。然后他有一次就是食欲突然就降低，然后活动力也降低。我想说他怎么了，我就把他带去给医生看。对，那医生就是说他应该是身体有不舒服，而且那个是好像也是2-3年前的事情了。一个蛮健康的猫咪，没错。而且我真的很好奇耶，为什么国外的人他可以放养猫咪，就是他可以让猫咪自己出门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类似的影片，有些主人会帮猫咪带那个 GoPro，回来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档案拿出来看，然后就会是猫咪的一天，就是以猫的视角去看猫咪的一天，这种感觉。对，我觉得超酷的耶。这个是不是有办法训练呢？我记得那个什么动物训练师好像可以训练这件事情。对吧？好酷还是靠剪接。其实是这样，但我比较想知道的事情是怎么收了回来，他们怎么知道要回家？对啊，因为我不认为猫是知道说这个是家，它顶多知道那是它的地盘。没有啊，可是反过来说，它知道那是它的地盘，所以它知道说要如何回来，或者是它必须要回来这里，因为这是它的地盘，这只是概念不同而已啊。因为我会不知道说，因为猫咪一直都是养在家里面，它到底知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哪里？我是觉得它没有像狗一样防卫性那么强，对吧？其实阿杰也走失过2次，他看到我房间窗户，我不知道他怎么开的。他真的很厉害，他什么都可以开。对，他连你关起来的衣柜，他有办法打开，对在里面，超级扯。他真的蛮厉害的。然后第2次是在户外场是外出背带，他是一只我觉得也不是说奇怪的猫啊，他是不习惯外出背带这种东西。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只有小时候有给他戴项圈过。然后穿衣服也是没有在穿，然后那一次猫真的是一体做的，一体，对啊，那个背带都已经就是绑到紧紧的，我觉得再紧它就要勒死的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绑太紧，然后它就挣脱了耶，所以它还是有办法挣脱，对啊，它还是就挣脱了，它那弹力女超人，然后如果大家是标准猫奴的话，通常都会听过有2种。把猫咪找回来的方法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？放漏你吗？你没有听说过？没有那我这边讲我最常听到的2个方法。那第一个是剪刀法，这个是最一开始的时候猫奴间流传的把猫寻回的方法。第一步他说在装一碗水，然后把那一碗水放在瓦斯炉上面，拿一把剪刀打开来。那他剪刀不是这样子，就是有开口要剪那个地方，把那个开口的地方朝着门或者是窗口，对，然后在心中默念猫的名字，然后想要就是叫它回家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要一直等到猫咪安全回来了，你才可以去动那一碗水。所以剪刀它放在水里面没有，是就是架在碗上面。对，然后剪刀朝着门或是窗。那瓦斯炉需要打开？不需要。这个方法好特别哦。对，我也觉得很悬，但是他们都说这个是有用。你有这样做过吗？没有，我是用另外一个方法。那刚刚那个方法，他是说，如果你的猫还没回来的话，你去动到那一碗水，你就要从头再来过。猫咪回来之后呢，你要抱着猫咪在那个瓦斯炉上面绕3圈过火。那绝对是亚洲人提出来的。我也觉得，
啊，以示感谢哈。第二个方法我把它称为委托法，我是用这个方法阿杰找回来的。那我称之为它是委托法。那这个委托法很简单，你找到你家附近的流浪猫，然后你准备好肉泥或是罐头，你去请你家附近的浪浪吃，然后你就告诉他说啊，我家的猫它叫什么名字？比如说我家的猫叫阿杰，然后它现在走失了，然后它花色是什么颜色？这样子就真的，你是用猫咪的语言还是讲中文？当然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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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，我相信他听不懂，我相信他也听不懂你的中文吧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这样讲啊。然后那只浪浪，他就会启动他们的联络网，去帮你找你的猫咪，很悬，真的超悬的。这好像那个鸭嘴兽泰瑞的剧情。他滑进树洞里面直接变一个间谍，超悬，真的所以你是靠这个方式找回阿杰。对，真的就回来了。第一次也是用这个方法，可是我没有付头款，他还有头期款。你要先带着肉泥或是罐罐去，对，委托要付头款啊。但是那个时候隔蛮久的。什么东西隔蛮久？就是他回来的时间跟我委托的时间。就隔大概有3天吧，因为你没有给他定金，对，我没有给他定金，玩个3天，而且我没有结尾款。信用扣分。我其实结的第一次是失败啦，就是因为可能是他自己太饿了，所以他自己跑回家。我觉得他应该对我家后门有多少有点印象。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，猫咪其实也可以自己回来，因为阿杰不就也是这样自己回来？我猜啦，因为毕竟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情况。对吧？那第二次不见的时候，我记得我是先在外面找了至少2个小时吧，然后我才拿着肉泥，然后去找到流浪猫，跟他说啊，我家的猫叫阿杰，花色跟你一样，但是体型大你2倍，吃比你好。然后我就跟他说啊，这条肉泥我把它挤在这里，这是请你吃的，然后请你帮我把猫咪找回来。第二次真的超悬，因为我回家，我想说我就先回家好了。我就听到外面有猫叫声，然后我就下去看，我就看到那一只我委托的猫，它坐在一台车子的旁边，然后一直盯着那个车子底下就是叫，然后我想说它在叫什么，我走过去看，就看到一颗猫的头从车底下探出来，就是阿杰。好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就是阿杰。好神奇哦。对，然后我就赶快把阿杰叫过来，然后阿杰赶过来，对，把他抱回来。好酷哦，所以是真的可以。对，就是真的这么悬，所以我认为第二个方法是可信度更高的。对，我觉得超酷的。然后事后再带着我记得尾款，这次有给尾款，对，这次有给尾款了，信用有补回来。OK， 原来有这样种方法。对，就是怎么讲？虽然有点迷信啦，但我觉得第二个方法是真的有用。我觉得超级酷。那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啊，我还有看到另外2个比较玄学的，第一个是宠物沟通。这真的很玄学。宠物沟通我没有接触过，这个我就不多讲。第二个我觉得比较有根据啦，土地公，你去拜托土地公或是虎爷，这2个比较有根据，是因为土地公他是地区神明，对，因为是地区性神明嘛，那他管理这片区域，他就会比较知道说这片区域发生什么事情，对，然后他跑去哪里这种感觉。那再来就是拜虎爷，这个我也觉得比较有根据，是因为虎爷是猫科动物对，虎爷是猫科动物，那他在那个地区应该就算是那个地区的猫王对，那请他去找呢，就有一点像是请猫一起协寻的意思，这样子的感觉。讲那么多玄的，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些比较实际的啦，不然老是靠宇宙的力量，应该也是做一个安心而已。所以有实际的方式，你就给他装 AirTag。类似，对，就是有一些比较帮助你提高找回几率的步骤啦。那第一个就是你在搜寻猫的时候，你去找覆盖物底下，因为猫都很喜欢躲在下面，对，或高处吧，因为它喜欢往下看，对不对？高处的话，就比如说像我住透天，那我就没有高处啊，对啊。那你住大楼的话，你可能可以往高处看，你就是往上找，以住的位置跟猫咪的习性。对。灌木丛就是矮树丛啦，然后或是车子底下这一种地方，你都可以去看看。然后寻找过程中呢，制造猫咪熟悉的声音，比如说罐头的声音，它对罐头的声音超级敏感。
它只要是对食物都很敏感吧？你给它肉泥刚拿出来，肉泥的包装，它甚至没有办法分辨面膜的包装啊。对啊，它听到面膜的声音，它以为是肉泥，会一直叫一直叫，想去吃，超级扯。对啊，很白痴。或者是逗猫棒上面有铃铛的话，逗猫棒也是可以尝试的。可是每个铃铛的声音不都一样？我觉得它分得出来细节。哦，好厉害。对，我觉得是。那还有注意搜寻的时间，因为我们人类活动的时间太吵了，所以你在那个人类不活动的时间去找的话，可能会比较好找到。对对对，没错。然后就是发传单或者是贴社群贴文。现在很多 FB 的社群就是那种寻猫，就是有谁看到干嘛什么的。没错没错没错。对，可以告诉我，打这种电话啊，人多力量大，这一点也是 OK 的哦。那在家门口跟附近可监视的地点放置食物或是玩具，让他回来。没错，他就会也是熟悉的东西啦。然后还有一些平常可以预防的措施哈，就比如说宠物晶片，像阿姐就有打宠物晶片。宠物晶片是说它是一个 GPS 吗？它不是定位，它是一个可以它有个机器可以扫，扫完之后它有一条嘛，然后它会登记在就是网络上，那是网络吗？政府应该是政府的，然后它会有一些资料，就比如说饲主是谁，然后这只猫是有什么样的资料，这样子，对对对，它有登记这一些内容。哦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它今天变成失踪人口，然后被别人捡过去之后，政府是可以扫那个晶片，是知道主人在哪里。对对对，兽医院那边都会扫。对，先看一下它有没有主人，有没有登记过。那为什么晶片不包含 GPS 啊？因为这样不是更好走？成本是要多高？哦，对对对，GPS 成本应该就会比较高了。对，所以这时候就要买 AirTag。没错啊，宠物晶片、紧闭门窗，你的门窗是可以做防宠物开启的那一种，就是它有一个按锁。对，它那个纱窗就是你玻璃门，然后外面那一层是纱窗嘛，你把玻璃门打开之后，它那个纱窗是有个按锁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还有这种，这我倒是不知道。它那个就是防婴儿掉落啊，或是防宠物走失。那再来就是现在都会有可以放 AirTag 的项圈。哦，对对对，或者是你有一些背带，如果他平常就习惯穿背带的话，也有那种可以放的背带。AirTag 是非常好用的东西。我昨天在写这一集脚本的时候，我就下定了吗？我还没定哦，可是我想定，因为它可以刻字免费哦，它可以做雷射刻字，我想要做阿姐，然后后面一个猫的 emoji。我觉得很可爱。你不是刚换完电脑？没关系，它才990而已一颗。对啊，广告其实就跟你说广告有另外的预算了。哦，好，有99块吗？没有那么便宜。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哦。对，就是你今天分享了关于阿姐的一些故事，跟如何找到猫咪，跟最近国外很流行那个叫什么猫分配理论。哦，对啊，我觉得超酷的。这个理论我也是第一次听到。他们都有分享自己的故事，就是猫确实都是突然就闯进来，莫名其妙它就出现在那里，而且大家都说是猫在选人，不是人在选猫。对啊，我觉得超酷的啊！好，我们进入今天的摇摆歌单。好久没有听到摇摆歌单了，真的，天哪！今天要推荐什么？好，我们今天要推荐的是知名实况主他就鸟屎了，但他本名叫苏志祥。然后他有一首歌是他在做他们自己节目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节目企划超酷的，他就是去学编曲跟就是控那个 DJ 台，然后就做出一首歌，我觉得他超厉害的，他很有天赋。那他这首歌叫 Catwalk， 猫步。然后他的歌曲的内容其实就是在讲就是我们对人生的洒脱跟不在乎，然后跟猫一样，这种感觉。会推这首歌就是因为它的主题啊，主题跟猫有关。对啊，所以我想推这首歌。这首歌真的很好听，大家也可以去听听看，而且超酷的，因为它首播的时候是在我忘记是在哪里，但它是在一个广场里面。对，然后就有一票，他粉丝的数量超大，然后所有粉丝就买票进去。然后大家在那边跳，他说他当下真的觉得那一栋楼快垮掉。你说张惠妹吗？小巨蛋的部分。我天哪！3天3夜。好，我们要做 ending 哦。好，你有什么很特别的猫咪相遇故事吗？或者是你也想要养一只猫吗？
欢迎在各大平台留言跟我们分享讨论哦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给予5星好评 ，YT 也可以订阅、追踪、分享、加开小铃铛，没错。那么橘子树生活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